复密穷禅，方便净，这是形容汉传佛学宗派的一句话，你是否听过？同时也许你会疑惑，这句话是否体现了汉传佛学宗派之间的矛盾重重？稍等，后面还有3句：为时耐烦，三论空，圆融华严，修身律，义理组织，天台宗。针对汉传佛学8大宗派的这首小诗，究竟是精准概括，还是刻板印象呢？除此之外，我们今天会提出并解答3个问题：一，真的存在有8大宗派吗？2，又为何有如此多的分歧？3，初学者又该如何选择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简谈汉传8宗。汉传佛学的8大宗派都有哪些呢？让我们根据这首小诗简单聊聊看。密宗为何称复密？顾名思义，那就是秘密的不对外公开的宗派。但为何称为复呢？因为密宗本就走的是上层路线，坛城也就是曼陀罗需要布置的精美绝伦，同时仪轨大量使用金银法器，还要加上对上师优厚的供养。对修行者的要求那就是有钱又有闲。历史上无论是印度本土，还是汉地、藏地乃至日本，密宗修行也大多是王族大家才有能力承担。禅宗为何称穷禅？作为汉化最为彻底的宗派，禅宗潇洒飘逸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具有独属于汉地的精神趣味。所谓穷，不光是因为首创了农禅制度，也就是僧侣不再需要供养，流汗吃饭，身体力行，而且修行上强调内观，不假外物，所谓禅平心腹。净土宗为何称方便净？方便这里就是简单易行的意思。作为汉传中影响最为广大的宗派，本就走的是大众路线，特色就是念佛法门，只要一心坚信念佛，便可往生极乐世界，哪怕是根器普通者也能学习。所谓3更普备，立顿全收。唯识宗为何称为时耐烦？耐烦就是说，学习的人要有忍耐之心，才能有所深入，有所精进。作为可以追溯到玄奘大师的宗派，唯识就是万法唯识，主张一切现象皆为心识所变现，其理论逻辑非常缜密，被称为佛法中的科学。三论宗为何称三论空？所谓空，来源于主要研究的3本经典，龙树菩萨的中论、12门论，以及提婆菩萨的百论。三论中非常主张缘起性空，要破一切常见永恒的执着心，终归于空。华严宗等下跟天台宗一起说，我们先说律宗。律宗为何称修身律？那是因为律宗修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律宗倡导以戒为师，把戒律的要求严格到了极致，依据的经典4分律，内容巨细靡遗，日常生活的戒律要求真的是数不胜数。华严宗为何称圆融华严？天台宗为何称义理组织？两个宗派在初学者看来都很像，但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简单说一二。同作为汉地发展起来的本土教派，
华严宗和天台宗理论研究都非常深刻，也都有相似之处。区别在于，华严宗尊《华严经》为最高经典，天台宗尊《法华经》为最高经典。前者法界兴起，更重圆融体验；后者行之合一，佛学的义理组织最为严密。八大宗派还有不少的别名，做了个表格供大家参考。当然了，除了常见的八宗分法之外，还有四宗、五宗、十宗、13宗等观点，也做了个表格，同样供大家参考。基础介绍完了，那让我们聊第一个问题：汉传佛学真的存在有八大宗派吗？禅净合流，万宗归净。八大宗派当然存在，只是问题出在大上。有些宗派和有些宗派相比，无论道场规模还是持续时间，恐怕都有些差距。最先衰微的居然是密宗，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，本来就极其依赖上乘的密宗，坛城布置断绝了，凡夫仪轨断绝了，唐密就此消失。不过日本密宗却没有受法难的影响，保存千年。到了近代后，密宗有所回流。然后衰微的是唯识宗，同样因为唐武宗会昌灭佛，玄奘大师以及其弟子慧基大师留下的恢宏且艰深的著作，无人继续沿袭，不少流失在岁月之中。不过同样，唯识宗经典也在日本保留了下来。此外，汉地也有一些经典留存。近年来复兴最盛，在网上交流最多的就是唯识宗。三论宗同样受到了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影响，不过即使没有这一原因，三论宗也很难发展壮大，因为人人都可以研究三论，而三论宗本身却缺乏形成宗派的基础，所以很快在中唐时期就逐步融入到天台宗、禅宗之中了。华严宗、天台宗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影响。这里插一句，我们常提三武一周灭佛，但仅从对汉传宗派的影响上来讲，唐武宗的灭佛破坏力还是最大的。不过华严宗、天台宗还是挺了过来，一直持续到了宋元时期，但因为理论性太强，实践门槛太高，成为了远离大众的讲习宗，思想逐步融入禅宗，直至今日。律宗呢，有一些小而美的感觉，本来就因为修行艰苦，所以门人一直不算多。大师季羡林甚至认为，戒律本作为出家人行为基础准则，所以律宗不能成宗。近代弘一法师对律宗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他从日本迎回经典，并身体力行，一扫律宗800年之衰，被尊为南山律宗第11代祖师。所以从后世规模上来看，禅宗和净土宗流传时间最长，影响范围最广，至今仍然延绵不绝。近代太虚大师有一本书《中国佛学特质在禅》，如果按照这个说法，那么禅宗是特质，净土宗就是情怀。宋元以后，禅净逐渐合流，永明延寿大师有一记，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。最终到了明清，万宗归净土，成为了汉地独有的精神归宿。
那么你可能会问，其他宗派都断绝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更恰当的说法是转化。唯识宗、三论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学术教义早已融入禅净二宗，律宗、戒律实修也已融入禅净二宗，密宗在各类民间宴口法会也可见其痕迹，更不论近代以来各宗派在学术程度上的逐步复兴。所以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汉传佛学真的存在有8大宗派吗？答案便是，即便道场规模和持续时间上有差别，但逐步融合是历史，且学术复兴是事实。那让我们接着聊第二个问题，如何理解汉传佛学宗派之间的分歧呢？宗派分歧，法印统一。客观来讲，汉传8大宗派不少主张是有分歧的，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完全是对立的。密宗称己为密，称其他宗派为显；禅宗称己为宗门，称其他宗派为教门；净土宗称己为易行道，称其他宗派为难行道。这都还是表面分歧。净土中最基础的修行发愿是什么？是往生净土。可早期禅宗却说了，哪有什么净土，自性净土，心净则是净土。禅宗也有观点啊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可唯识中却认为依经立论，没有名相分析，怎么能有结论？此外，即便是纯理论研究也有矛盾。唯识中最基础的观点就是万法唯识，而三论中会认为这个识会不会就是有啊？可明明诸法皆空才对。这样的矛盾分歧还有很多很多。律中会讲持戒为本，以戒为师，但密中会谈以欲治欲。唯识中认为修行需要依次断惑修正，也就是见悟。但我们都知道，禅宗从南派开始便主张顿悟，在这一点上，华严中的顿教内涵颇有些类似。不过对于密宗来说，甚至即生成佛也没有什么不可能。这么多分歧，这么多矛盾，该怎么办？其实佛学真的是非常的宽容，有这么多的分歧，居然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大规模的宗教战争，反而如上面所述，却在逐步淡化分歧，逐步融合彼此。就如同买椟还珠的故事那样，佛法如摩尼宝珠，分歧如包装外盒。我们要明白究竟什么是核心不变的。上座部佛学提出过三法印的概念，也对大乘非常有意义，那就是住法无我，住行无常，涅槃寂静。佛学存在分歧，其实是积极的表现，因为只有变化的才是有生命力的。我空法空，所以只要符合三法印观点的，那就是真正的佛学。注意了，有的大乘佛学会增加上一项，有漏皆苦，成为四法印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其他版本的说法，我列个表格供大家参考。在法印的帮助下，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细枝末节的分歧，毕竟佛法千年，会根据受众的不同，会根据理论的侧重，都会产生各种不一样的变化。但只要符合法印，变
等同佛说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作为初学者，该如何选择呢？万千法门，本性无二。从近代的太虚大师开始，再到现代的赵朴初居士，倡导的就是人间佛教，也就是教理归一，行门各异，要接受分歧的存在，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。毕竟84000法门皆是正道，真不必急于选择宗派，反而应先打好正见基础，从实践入门，钻研散知识，再渐次深化。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信什么宗，而是我们修什么心。否则，法执同样也是一种极深的执着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